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秋季厨房。今天我们来做经典的轻乳酪蛋糕，它的口感湿润又轻盈，带着微微的衰甜，一点也不腻口，非常好吃。但是呢，制作的时候经常会有表面开裂、烤好后回缩、塌腰、组织有布丁层等等问题。今天我就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和一些小窍门。这一款配方是用淡奶油的版本，以后我们再做用黄油的版本。那我们动手吧。分开蛋清跟蛋黄，蛋清放在冰箱冷藏，或者速冻到周围有冰渣再打发，会更稳定。准备好其他的原料，这个配方正好是一盒这个奶油奶酪的用量。我们准备好一锅热水，温度在60到70度左右，它的作用是用来软化奶油奶酪。我们取一个盆，正好可以架在这个锅上面。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奶油奶酪是比较偏硬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下温，让它更容易软化。用刮刀给它切压几次，把它切成小块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一边，让它继续去加热一下。我们取一小块黄油，把它涂抹在蛋糕模具的内侧，方便于蛋糕烤好以后脱模。如果你用的是平时的7分蛋糕那种模具的话，你就需要涂上一层黄油，再撒上一层面粉，或者直接在蛋糕内侧铺上油纸都是可以的。记得一定要涂在模具的所有内侧，尤其是周围这个缝隙的地方，如果没有涂好的话，脱模以后它会沾上蛋糕体，导致蛋糕的侧面就没那么完整。这时候奶酪已经基本上软化均匀了，我们用蛋抽给它搅拌顺滑，看不到奶酪的颗粒，再往里面加入淡奶油。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一下，往奶酪里面加淡奶油的时候，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，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加一点液体，一直搅拌到看不着液体了，再加下一次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小的奶酪颗粒的产生，这个颗粒一旦产生了，后面过滤都很难过滤过去。这也是做所有奶酪类的甜点都要注意的细节，尤其是往固体里面加液体的时候，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，等液体充分被固体吸收了，再加下一次。到后面你就可以稍微量大一点，尤其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少量，慢慢的加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家里有破壁机、均质机的话，你完全可以把奶油奶酪、牛奶、淡奶油、蛋黄、面粉，所有的这些材料，除了蛋清以外的所有材料，直接放在 Vitamix 里面，给它搅拌成非常细腻顺滑的蛋黄奶酪糊，也是可以的，而且特别快手。加完淡奶油的糊是非常细腻顺滑的，这时候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加入牛奶。我们往里面塞入低筋面粉和玉米淀粉，继续给它搅拌均匀。这里随便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，因为它的粉量很少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不起筋的问题。说实话，低筋面粉真的没那么容易起筋，尤其是你做7分的时候，也不要说怕面粉起筋，不改画圈啊什么的，画圈搅拌是完全可以做出非常成功的7分的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蛋黄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所以说它的做法跟7分蛋糕是非常类似的，先把油脂类的油、牛奶、面粉混合均匀以后，再和蛋黄混合，相当于是7分的后代做法。这时候的奶酪糊虽然没有大的颗粒，但是表面会布有一些气泡，同时会有一些小的看不见的颗粒，所以我们需要过筛一下，去除一下里面的气泡。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，凡是用奶油奶酪做的甜点，比如说慕斯、重乳酪、轻乳酪，都需要过筛这一步。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加入面粉、牛奶的时候，都多多少少的往奶酪里面打入了一些空气，会有一些气泡。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芝士蛋糕的口感没那么绵密，所以我们都需要过筛这一步，同时会去除一些这些小颗粒。所以说，凡是做奶酪的产品、甜品都需要过筛这一步。过筛完的这个奶酪糊是会比之前细腻很多的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打发蛋白，首先用高速打发到大的鱼眼泡，
这里你会发现我没有加柠檬汁，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，没有柠檬汁也没有关系，完全可以打发出非常稳定的蛋白。有时候你也没时间去超市买，特意买一个柠檬回来做一个蛋糕，所以说不加柠檬汁也完全没有问题。我们打发到大的鱼野泡的时候，加入1/2的砂糖，然后调回中速，开始打发蛋白。打发蛋白的时候，我个人推荐把打蛋器放在8、9点钟的位置，然后左手拽盆，这样打发蛋白。这样做可以把空气非常均匀的裹进去。如果你一直用打蛋器在盆里面画圈，然后毫无规则的左晃右晃，这样的话，一来会损害你的打蛋器，二来又比较吵，三来就是裹进去的空气没有那么均匀。所以说，不管你是打发蛋白、打发黄油、打发淡奶油，都可以用这个方式让裹进去的空气比较均匀。我们打到湿性发泡的时候，加入余下的砂糖。湿性发泡就是打蛋头提起来，落下去会有痕迹，但是整个蛋白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偏湿的状态，就是湿性发泡的状态。其实你早加一会儿糖，晚加一会儿糖，它的区别真的没有那么影响大的，所以大家不用纠结于什么时候加糖。你一次性加糖，一开始就把糖加进去，也照样可以打发出比较稳定的蛋白。但是说，如果你一次性做4个轻乳酪蛋糕、8个鸡蛋的话，你就要分3次加了。所以说你的糖量越多的话，你就要稍微分次加一点。如果你就60、70克的糖的话，一次加跟2次加跟3次加，它的区别都没有那么大的。我们看一下状态，这时候还不可以，你用打蛋头这样拎起来，它在上面挂不住，这样不行，一定要能挂住，千万不能打得太软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做轻乳酪蛋白不能打太硬，蛋白不能打太硬，但是太软的话，你是绝对会缩腰的，会塌陷的。所以说蛋白它需要一定的支撑力，千万不能打得太软。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状态，打蛋头提起来，它是可以挂在上面的，但是你抖动的一下，它那个底部会随着那个打蛋器抖动再抖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垂下去大概4、5公分，抖动的话能看到下面的阶是在抖动的，这时候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底部拉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歪钩，这时候它还是偏软，但是呢又有一定的支撑力，就是我们轻乳酪需要的蛋白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把它调到大概2档，就是低速给它整理一下气泡，让这个蛋白更加细腻。请大家不要忽略这一步，这是不管做任何蛋糕都需要的。整理完气泡后，我们把打蛋器调到高速，边打边提起来，甩掉多余的蛋白，这样打蛋器上就很干净，也不会损失蛋白。我们先取一点蛋白糊到奶酪糊里面，把它混合均匀，把奶酪糊的质地稍微变得浓稠一点，再跟余下的蛋白混合均匀。最后翻拌的手法跟7分蛋糕一样，从2点钟进8点钟出，然后抄底，或者你也可以用切拌的方式把大体混合均匀了，再用翻拌，自己爱怎么方式怎么来，怎么顺手怎么来。做蛋糕没有一个标准，只要你不消泡，只要做出来好吃就是成功的。我们把蛋糕面糊平均分在2个模具里内，用水浴法来烘烤。在外面大的烤盘里面加入室温的水，高度在 1.5 公分左右。轻乳酪的烘烤最为关键，首先我们用160度烤20分钟，让表面稍微结皮，再调回140度低温烘烤。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，一旦你看到模具周围有冒这种小气泡，就说明它的水开始沸腾了，我们需要给它降温，这样才能保证轻乳酪不开裂。这个办法真的非常非常好使，如果你也跟我之前一样受轻乳酪开裂的困扰，请你不妨尝试一下。大概每半个小时给它加几个冰块进去，降一下水温。你看到表面有这种小的细纹，它快要裂开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打开烤箱，加一点冷水或者加一点冰块给它降温，这样蛋糕就不会裂了。所以说烤轻乳酪蛋糕，很多蛋糕烤出来就是中间有一个大的裂纹，就是因为温度太高了，
蛋白打太硬也会裂，但是很多人都知道烤青乳酪蛋糕蛋白不能打太硬，所以说基本上是不会打太硬的，就是因为温度的问题，千万不能太高。温度太高的话，记得用冰水、冰块、冷水给它降温，这样的话表面就会比较好看，不会有大的裂纹。烤完以后，我们把它从水浴中取出来，放置大概10分钟以后，趁热脱模。不要等它凉了再脱模，一定要趁热脱模，它会自动脱离那个模具，非常容易好脱模。你就稍微抖一下，让它跟模具更加脱离，然后用手这样倒扣过来就可以脱模了。表面有小细纹是没有关系的，它冷藏完了以后，你看基本上看不出来了。吃青乳酪的时候，一定要等它彻底冷藏以后再吃，刚烤出来不要去吃，冷藏完了以后，它的口感才能达到那种青芝士的口感，非常绵密，非常清爽。所以大家有机会不妨尝试一下哦。我觉得我所有的细节都讲到了，所以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记得给我留言，我看到一定会回复的。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，记得做起来哦。